苹果2019年发布的 iPhone 11系列已经正式推出，这3款产品完全是继承了去年的设计，仅是在后置镜头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以 iPhone 11 Pro 和 iPhone 11 Pro Max 来说，它的后置3摄更是拥有超强的摄影能力，多数人非常看好它。如果你现在在观望 Pro 系列这2款产品，并且在决定要不要购买它时，那么下面的视频就是关于 iPhone 11 Pro 系列2款产品的一些缺点和参考建议。第一，没有 5G 网络。售价颇高的 iPhone 11 Pro 系列在今年发布没有支持 5G 网络，可谓是太遗憾。在2019年里开始，全球各地都大力建设 5G 服务，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全面启用了 5G 网络。在未来的多数国家内，可以肯定的说，预计最晚2020年，他们也将会为自己的国家建设覆盖 5G 网络。现在如果说你购买了一部不支持 5G 网络的手机，那么你将面临着几年内无法使用 5G 网络，这似乎是有些太遗憾。第二，产品设计无特点。采用刘海屏的 iPhone 从开始设计到现在，已经共计发布了7款产品。从2017年苹果发布 iPhone X 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看到它连续在3年内使用了同样的设计，这无疑是苹果公司在拿出老本行继续重复性工作。当然了，苹果公司为今年 iPhone 11 Pro 带来了唯一的变化，就是后置3摄的加入。虽然拍照性能有大幅提升，但这并不代表这就是今年的创新之作。回到机身正面，它仍然是一个拥有刘海屏的设计，屏幕是之前的分辨率，没有什么新颖的亮点。反而在机身上，今年却又厚了一些，由早前的 7.7 毫米增加到了 8.1 毫米。第三，没有 USB-C 接口。是否应该为新 iPhone 更换上 USB-C 接口？这其实很重要。未来的智能手机都会被标准化采用 USB-C 接口，它的好处甚多，这里就不解释了。在去年2018年 iPad Pro 已经使用了它，还证明了这个接口有多方便，而且传输速度有多高效等优点。既然如此，那么今年为何 iPhone 11还是使用 Lightning 接口？这让人很不解。第四， iPhone 11 Pro 命名响亮，但未见功能所在。新的2019款 iPhone 在命名上很特别，也加入了 Pro 字眼，使得它同 iPad 系列和 Mac 系列产品一样，拥有了同样的风格命名。虽然 Pro 代表着一定的专业性，就像苹果 MacBook Pro 或者是 iPad Pro 是常规版本的另一个增强产品变种，但在 iPhone 11上未见得到有。当然了，你别提什么后置3摄，这些不算其中在内。我们更期望它能有更高的屏占比、2K 以上的分辨率和更高的屏幕刷新率，以及指纹解锁、支持手写笔等功能。第五，机身存储规格还是 64GB 起步。作为2019年里发布的智能手机， 64GB 存储规格的产品可以说在其他同行旗舰产品里几乎是少之又少。3年来，苹果公司从 iPhone 8系列发布后就迎来了起步存储 64GB， 然而2年后的今天仍然是 64G 起步。虽然现如今制作3存的成本已经降低，但是我们并未看到 iPhone 11系列突破起步 64GB 的存储规格。第六，价格太高。产品售价太高是用户不愿意购买手机的主要原因。在 iPhone 11系列里，除了 iPhone 11在价格上有所降低外， Pro 2款产品价格仍然保持去年对应发布的售价，可谓是价格太高。但据产业链给出的消息称，因为外观设计相同，内部元器件改动不是太大，以及做工用料都存在相似，致使今年的 iPhone 11 Pro 系列制造成本降低 15%， 但我们消费者并没有得到一点价格降低。相比热门品牌的华为、三星手机，他们除了没有 iOS 系统，其自己的旗舰产品也有一定的特色。在价格上几乎在5到6千元起步，苹果的 iPhone 11 Pro 起步仍然高至8699，甚至 iPhone 11 Pro Max 起步售价更是高至9599。如此高的售价，不仅存储规格仍然是 64G 起步，最主要新产品无多少创新元素存在。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